哎呦，王哥，快点，赶紧，还不跑？干嘛呢你？啊，我找大表姐。大表姐，找错了，走开！哎，你干嘛呢？你堵我们门干什么？把手机给我拿过来！住手！不许动！老实点，别动！往后蹲下！怎么样？没事吧？冤枉啊，警察同志，一定要相信我呀！老实点，事情我们会调查的。带走，快点！疼不疼啊？我们去医院吧。先不着急，先把这件事情处理完再说。两位，黑客嫌疑人我们带走了，需要你们到警局做下笔录。好。人找到了吗？还好来得及时，不然就被他们跑掉了。你没事吧？我还好。怎么？许成义在你旁边？是的。这小子有长进啊！这方面可不是他的强项啊，找过来的速度倒不比我慢多少。严总，你还有事吗？本来有，既然他在，就没事了。是不是特别疼啊？不疼，就是一些皮外伤，等会儿我进去包扎一下就好了。肯定流了很多血吧？哪有啊，早就已经不流了。怎么还没到我们啊？都是我不好，我没能保护你，还害你受了伤，我太笨了。你怎么又说这样的话？来，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这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在这等着。你趁这个时间，你去看一下林薇，看看他有什么需要的。可我想陪你。我也想你陪着我，只是我一会儿进去包扎了，你又进不去。你去陪陪林薇，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待会儿就不过去了。我今天也是有点累，听话啊。那你照顾好你自己。
林总监，你怎么站起来的？啊，我出来活动一下。哎呦，现在网上情况怎么样了？昨天在会场闹事的人已经抓到了，说是收钱办事。现在网友也觉得是有人故意攻击我们 SG， 舆情已经有所缓解。那知道幕后主使的人是谁了吗？水军已经抓到了，警察还在调查当中呢，不会有人再散布我们的用户信息了。我们也算在72小时之内给了网友一个交代。辛苦你们了，我一直在这儿，也帮不上什么忙。我也没有帮上什么忙，反而添乱，还害得徐总。他怎么了？眼睛之前有受过外伤吗？除了今天，几年前确实有过。前阵子还发生了一次不大的车祸。有什么症状？我开始偶尔会有眩晕，然后会出现血影。最近被闪光灯照了一下之后，眼睛发黑。今天受伤之后，有短暂的失明。哎呀，你这个情况可不能轻视啊！这样吧，我给你预约一个脑部的核磁共振，你去做一下。医生，我这个情况很糟糕吗？如果颅内没有损伤，那问题就是出在眼睛上面。这玻璃体出血，这血块也不大，6个月到1年吧，它就会自行吸收了。不过，考虑到你在以前受过外伤嘛，就不好说了。谢谢医生。是这儿吗？哎，刚刚还在这儿呢。人呢？他没在这里，去哪儿了？不清楚，我们去找一找。我们还要去找你呢，你怎么从那儿出来啊？哦，我刚包扎完，医生让我顺便查下眼睛。没什么事儿，他就是想查的全面一点。哦，你怎么来了？听说你受伤了，特别担心过来看看你。没什么事儿，别担心。我推你回去休息。来，过来。李总。陆医生你好，刚才检查的那位小伙子，他的眼睛什么情况？你是？我是他太太，他怕我担心，一直不告诉我。他的眼睛是不是已经很严重了？作为家属，你要督促他保持治疗啊。去哪儿了？这么久才来？我去给你拿了个 iPad， 看你一个人在这怪无聊的，给你抓点电影。一个人看电影，应该会更寂寞吧？说笑了，我哪里是会怕寂寞的人？公司那边怎么样？那些水军已经认罪，我们也发布了一个正式的公告。公司说这事儿可以告一段落，剩下的交给警方处理。但是你应该不甘心吧？虽然抓住了几个水军，但是幕后真正的主使者还没找到，我确实不甘心。真希望我能帮上你。你现在什么都别想，好好养你的伤。那你呢？我这个是小伤，
我跟眼科的陆医生聊过了，医生，他应该不会随便说病人的病情吧？他什么都没说，但我说出了我的猜测，他也没有否认。陈怡，你的眼睛出大问题了，对不对？没这么严重。告诉我实情，不然我只会想象的更加糟糕。医生他就说我眼底有血块，然后给我开了药，说是半年之内应该就可以复原了。这应该是最乐观的情况吧？最糟会怎样？你要是不告诉我的话，那我只能让夏言来问你了。如果情况恶化，有可能会失明。还记得那时候吗？你眼睛受了伤，我背你去医院也伤了腰，我们只能一起住院。也说不上是谁照顾谁，但你会把 iPod 里装满歌，一首一首让我猜。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每一个片段都发着光，暖融融的，不太真实。没想到时隔这么久，我们又同时成了伤员。你去美国治疗吧，我认识那边最好的眼科专家，各方面条件都比国内要先进。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也就算了，既然我知道了，就不能让你这样下去。真没你说的那么夸张。而且医生说了，即使是保守治疗，也有70%的机会可以复原。才70%，这也太冒险了。你别拖了好不好？就听我一次劝。我真的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你放心，我会随时复查。就算你能随时复查，那也不如及早根治的好。你为什么不能离开？因为夏言吗？有一半是因为他。这次我受伤之后，我感到他好自责。如果我真的情况恶化，我怕他会……而且现在是多事之秋，无论是为了 SG 还是为了夏言，我都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公司现在有我呢，我会继续追查幕后主使者，夏言我也会帮你照顾好的。你都交给我行不行？我答应过夏言，会一直守护着他，我不能走。我去给你洗点水果。前几天 App Store 上架了一款和闺蜜星球极其相似的应用，连名字都像孪生姐妹，闺蜜秀。这也太没底线了，连名字都抄。何止是名字，这和我们的一模一样啊！没错，我注册试用了他们的软件，包括页面设计和功能，还有后台的使用数据，全部照搬我们。光是表面的山寨，一点都不可怕。总有人愿意走这条捷径，可怕的是，他们抄着这条捷径，走到我们前面去了。你们看，就连我们打算升级后才上的新功能新版本，都被他们提前对外曝光了。还有我们全部的主播资源，今天陆续有主播打电话来反映，对方正在跟他们接洽，想要挖人。所以，大家看出问题来了吗？我们的方案被泄露了。稍晚一些，公司高层会找相关的人单独谈话，大家做好心理准备。他们一定会尽量把事情说得很严重，但只要不是你们做的，就不用怕。除非他们有确凿的证据，不然我不会让任何一个运营部的同事来背这个黑锅。
运营部所有的责任由我来承担。不过在谈话之前，为了避免怀疑，大家最好不要跟外界联系，也不要交头接耳，刻意统一说法。记住了，有的时候过于一致的言辞，反而会引起怀疑。你们只要坦率地说出你们知道的事情，就可以了。看我了。怎么样？没事。轮到我了。夏言，他们不让我跟你说。到我了。夏言是吗？是。这次被盗的方案你都经手了是吗？是。徐总让你全程参与了项目的制作与运营是吗？是。为什么是你？公司有很多比你经验丰富、比你资历深的人，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你一个刚入职的新人，合适吗？因为这个项目的理念最初是由我提出的。这个决定与你和许成义的私人交往有关吗？什么意思啊？你和许成义什么时候认识的？是徐总来星辰收购爱瑜伽的时候，具体日期那个不重要。在那之前你们认识吗？不认识。哦，几年前我们见过一面，但谈不上是认识。你离开星辰科技进入 SG， 是许成义亲自给你发的面试邀请，也是他亲自录用你的，对吗？是。那个时候你们已经是恋爱关系了，对吗？没有，当时我有男朋友。他名字叫林浩。是。你们怎么知道的？你和林浩已经准备结婚了，他为你放弃了北京的工作，来到新州，对吗？这和闺蜜性球有什么关系吗？如果你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我希望你能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是准备结婚了，可是你却甩了他。那是因为他跟他上司发生了关系。你和你的上司呢？那是在我跟林浩分手之后。可是我听很多人说，你和林浩的分手是因为你对许成义产生了暧昧的态度。这只是林浩的借口。不单单是借口吧。对于分手这件事，你对林浩就没有一点点愧疚吗？没有。我问过很多同事，他们都说你是非常重情义的人，从不让身边的人委屈受气。可偏偏对这个为了你放弃好工作、好前途，只身来到新州的人，却一点内疚都没有。是不是因为你之前已经给了他某些补偿？补偿？什么意思啊？我们询问了制作闺蜜秀的公司，他们说这款应用是与林浩的公司联合开发的，制作方案也是林浩提供的。你是说……这不是很明显吗？林浩的公司曾经濒临破产，而他之所以会来新州开公司，也是因为你，而你为了赎罪……我没有，我们分手是因为他出轨了，我不欠他任何东西，更不会因为他出卖我的职业道德。因为他出轨了。如果他痛改前非，你会不会和他和好？绝对不会。你有这个信心？是。那许成义也有这个信心吗？我听说他也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他为了不让林浩继续纠缠你，所以他就把公司方案泄露给林浩，是吗？你不觉得这个想法太幼稚了吗？做调查的时间久一点就会发现，人做蠢事的理由通常都很幼稚。
这张照片，你要怎么解释？我不知道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但只是一张握手的照片，能证明什么？是的，一张照片证明不了什么，但它足以令董事会人心惶惶。不过是更新版本的方案泄露而已，不至于到这个程度吧？不是方案的问题，你知道董事会最关心的是什么？股价。这种小事不会影响到股价。这件事情对股价没有影响，但是让人们开始注意林浩这个人了。现在连记者都盯上他了。你还记得用户资料泄露的时候，有人做空 SG 的事儿吗？这事儿和林浩有关系啊。经过调查得知，林浩的公司刚刚得到了一笔投资。这笔钱和做空 SG 赚来的钱，这当中一定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如果真的有内线交易的话，那我们应该请警方介入。一年有多少内线交易？能够找到真凭实据的，又能有几件？就算警方介入，就真能找到结果吗？只能影响公司的声誉。何况，董事会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小雪，我个人对你还是比较信任的，但是你也知道，因为算法的事情，董事会有很多人早就对你有所攻击。现在，你又被抓到了这样的把柄，这件事情已经超出了我所掌控的范围。所以呢？所以，公司希望你能因为个人身体原因休假一段时间。那夏言怎么办？最好能够主动辞职。他是不会辞职的。公司总能找到辞退他的借口，就看他还能坚持多久了。你真打算休长假？林浩这事突然人间蒸发，根本找不到他，就无法证明我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继续留下来只会引来更多敌意。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你。傻瓜！如果背后真的是薛宁在搞鬼，那应该是我害了你。我没什么，大不了我就重新找工作。可是你失去的太多了。我就不能重新找工作？你为了SideOp的算法努力了那么多年，如果你现在离开公司了，那个算法是不是就跟你毫无关系了？你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我之前就听说过一点。这个算法是我的毕业课题，但是我很快就知道，它是一项耗费巨大的工程，成功研发的概率不到5%，光靠我自己一个人的能力，就算花上10年、20年都不可能完成。这个时候 SG 向我抛出了橄榄枝，说会无条件支持我，对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入职 SG。那 SG 对你来说是知遇之恩？算是吧。所以你才没有跟林薇一起去美国？当时我的想法还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如果我这时候去了美国，我在几年内无法获得相同的资源与空间。所以无论是为了我的研发，还是为了报答 SG 对我的信任，我都应该留下。现在大环境已经变了，很多人都喜欢你这个算法，你马上就要成功了，可是现在却被冤枉，怎么会变成这样？恐怕这个算法才是董事会让我休假的真正原因。公司已经投入了5年，却始终没有变现，董事会的很多人都已经等不及了。上次我去美国参加论坛，就是为了这个算法造势。他们希望我尽早把它卖掉。你不愿意卖？那你就更不应该休假了。万一……其实这些年，也一直是董事长在默默支持我。但是最近我感觉他的压力好大，想法也逐渐在改变。现在又出了这件事，如果我继续死扛给他施压，可能会适得其反。
但如果我后退一步，也许会有转机。既然这样的话，我是不会离开的。你休假是为了顾全大局，如果我也辞职的话，那就证明真的是我们向李浩泄的密。我不会这么认输的。我就知道你会这么做。可是，有你一个人在公司，会很难。我坚持得住，为了你，为了我们。夏言，徐总没事儿吧？他只是休假一段时间，随时都会回来的。我们相信徐总不会做那样的事的。你告诉徐总，我们都会支持他的。董事长怎么这么糊涂？本来就是嘛，很明显这是有人栽赃陷害啊！我听说，有可能是薛宁干的。哎，别瞎说，薛老大不会的。哎呀，我就是。别闲聊了，回去工作。徐总已经走了。嗯。那是董事会的决定，我无权干预。但我说过，我不会让任何一个运营部的人背黑锅。所以只要我在，他们没法随意开除你。但如果你想辞职的话，我也可以理解。我不会辞职的。我希望你能想清楚，你将要面对的是什么。公司已经不信任你了，你留下来不但得不到任何发展的空间，而且一旦出了什么差错被开除的话，可能以后你在这个行业都很难继续发展下去。为了争一口气，值得吗？值得。那好，既然你这么坚持，我会用我的能力来帮助你。谢谢林总监。林薇是个女强人，在美国那么多年，之所以回国，就是因为在国内可以拿到更高的身价。可是她现在竟然接受了 SG 运营总监这么低的职位，这说明什么？说明在 SG 有比职位更重要的东西。对于她来说，轻敌就是最大的错误。谢谢你肯见我。怎么突然变得那么客气？当初把我堵在厕所，让我听她说话的小女孩上哪儿去了？那时候觉得只要努力就会有成果。现在开始患得患失。这人呐就不能谈恋爱，一旦谈了恋爱啊，整个人的缺点就暴露无遗。怎么了？开始怀疑林薇了？
你怎么知道？坐。你如果怀疑别人，就会去找许成义。只有林薇不一样，因为你不想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之前，在许成义的面前说他前女友的坏话，对吧？嗯。说说，为什么怀疑他？是你最开始跟我说的，他一定另有所图。但你并不相信。嗯。然后就是林浩那件事，如果没有人帮他的话，他自己不可能做到的。这件事情，许成义是明白的吧？许成义怀疑的是薛宁。薛宁跟了他这么多年，他因为薛宁之前陷害过我，所以许成义对他已经完全不信任了。没错，无论是用户资料泄露的事，还是方案泄露的事，薛宁都可能办到。但薛宁跟韩爽确实没有什么交集。哦，对，韩爽他是我的朋友。这个我知道，你继续说。薛宁不应该知道韩爽手机里会有那段视频。还有一点最重要，偷韩爽视频的人，同时也陷害了我。而韩爽是通过林薇的提示才开始怀疑我的。虽然他提示的很巧妙，单独看来没有什么可疑的。但是如果没有林薇的提示，韩爽他这辈子也不会怀疑到我头上的。但是林薇会说，这一切只是巧合而已。即使他不提示，那个人也会用其他方法来达到目的的。对，所以证据还不够充分。但是你还是怀疑林薇，而不是薛宁。我跟薛宁共事了那么久，虽然他一直针对我，但他是个直来直去的人，就连之前陷害我的方式都十分直接。这样一环扣一环的计谋，不像是他做出来的，反而是林薇。他虽然表面上对每个人都很友好，但我总觉得自己看不透他的心思。我对林薇也只是怀疑而已，所以想过来问问你的意见。肯定是林薇。他为什么这么做？想抢回许成义？林薇这么做的目的，可不仅仅是因为感情。那他是为什么？肯定是林薇。他为什么这么做？想抢回许成义？你现在已经放松了警惕，这一点他已经做得很成功了。夏言，网上都在说这事是林浩干的，你信吗？不是他还能有谁啊？我早就说过他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还不信？你看吧。那网上也有说是许成义让他干的呢。网上还说是夏言泄露给他的呢，可能吗？我的意思是，你网上的话不能信。你不是现在还要骗自己，还要维护他吧？我不是这个意思。小磊说的对，网上的话确实不能信。现在真相到底是怎么样，还不能下结论呢。你们两个到底怎么回事啊？如果跟他没有关系，他干嘛躲起来？你先别急，我不是说跟他无关，我就是想不明白他是怎么牵扯进来的。对了，夏言，我突然想起来了，之前你的电脑不是被黑了吗？你是说婚礼视频的那件事儿？对啊，既然黑了你的电脑，肯定能看到里面的资料啊。就是林浩，哎，我之前怎么没想到呢？林浩知道我喜欢过许成义，最恨我的人也是他，婚礼上他还出现过，肯定是他干的呀。还是别瞎猜了，等找到他再说吧。他能躲哪儿去啊？哎，我们要不报警吧？警察肯定能找到。这不是刑事案件，不能让警察直接抓人，只能提起民事诉讼。而这种知识产权的案子，一般都会拖很久。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等你有时间，你去跟他们多聚聚。大家都是老同学，只要说开了就没事了。客户。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林浩已经关机了。我问了小磊，小磊说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上周末，可直到前天一直都在用微信联系，昨天就突然没有了消息，然后就发生了这种事情。小磊和小军到处在找他，都找不到。薛宁的电话也打不通。你怀疑薛宁跟林浩合谋？其实上次用户信息泄露之后，我就已经起了疑心。可是那时候薛宁已经离职了。虽然薛宁已经离职了，但是以他对 SG 的了解，做这些事情并不难。你之前不是怀疑严长军吗？是林薇提到了严长军有这项黑客技术，但同时有这项技术的人有很多。相比于严长军，我认为薛宁更有动机。只是我不愿意往这方面想，没想到还真出了这样的事。我们现在对薛宁也只是怀疑，真相到底怎么样，还是要找到林浩才能问清楚。大家手上工作都放一放，过来开个会。最近公司发生的变动，大家都知道了。徐总暂时离开 SG， 董事会希望由我代理他首席技术官的职务，也就是说，我要离开运营部了。真的很舍不得大家。回国之前，我一直问自己，能不能适应国内的节奏，怕离开太久了，水土不服。没想到跟大家合作的如此愉快，让我对 SG 有了归属感，也让我知道回国的决定是对的。谢谢你们。林总监，那你就别走了呀。对啊，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大家不用担心，运营部会由另外一位你们非常熟悉的人来担任领导。让我们一起来欢迎 SG 运营部的新任领导。薛总在 SG 的时间比我久，就不用多做介绍了吧。薛总，运营部就正式交给你了。我还要去向董事长述职，我先走了。薛总监，你回来了，恭喜薛总。不用恭喜我。SG 的股票现在正在下跌。秀我的用户量也在下滑，闺蜜星球用户量虽然突破2000万，但那也是因为我们前期的筹备和铺垫，现在也完全停滞不前了。这就是我这段时间离开运营部，你们的工作成绩，我们运营部的脸都让你们给丢尽了。从今天开始，恢复末尾淘汰制，你们也应该有一点危机感了。可是。股票下跌跟我们又没有关系，为什么你还在这儿？捅出那么多篓子，你不是应该辞职才对吗？没有陷害同事，没有泄露公司机密，我为什么要辞职？夏言，你是真的以为自己很能干是吗？你之所以今天能够站在这儿，那是因为以前一直有人在背后给你撑腰。从现在开始，再也没有这样的好事儿了。我在工作上没有重大失误，如果你无故辞退我，我会申诉到底。谁说我要辞退你了？那张桌子看到了吗？那就是你的位置。把你手头所有工作交给美琪，业务上的事情与你无关。从今天开始，你只需要负责办公室的杂事，同时你还要为出差的同事预订酒店和机票。记住，运营部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不能因为可以报销就随意浪费。你的每一笔预订，每一笔支出，我都要经手核算。要是被我发现有更优惠的价格，所有差价你自己掏腰包。薛宁，你别太过分了。所有人，会议室开会，你们每个人都要向我报告最近的工作情况。
你就不用来了。他为什么会回来？他为什么要这么对你？我就知道都是他搞的鬼。把你敷一下，急着用。哦。夏言，赶快把这个打出来，一会儿开会急着用啊。哦，好。夏言，这个需要复印10份。夏言，活动日期改了，所有带有日期的那一页都需要重新印。夏言，老大让你订明天晚上新州最高级的日料，4个人。那家店至少要提前半个月才能订到。想想办法吧。明天来的是日本庆应大学的教授，很重要的客人。墙头草，随风倒。前几天还巴结你，现在又拿着鸡毛当令箭。也不能怪美琪，她都是按照领导的吩咐办事的。我看她最近也挺愁眉不展的。那当然了，她不但自己买了我们公司的股票，还拉着亲戚朋友一块买。自从上次公司股价下跌到现在，一直没涨回来呢，她能不愁吗？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正常。跌了才好呢，让他们欺负你和徐总。嘘，你还在为公司考虑啊？你想想你自己吧，天天让你干这些杂事儿，你的绩效肯定垫底，连续3个月，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开除你了。唉，现在这种情况我也没办法呀。你快回去工作吧，我要订日料店的。你尝尝，到底给不给我吃？给，尝尝，好吃吗？挺好吃的，还不错。你今天怎么突然想吃寿司啊？今天啊，在公司帮他们订日料店，看了好多日料的图片，看得我都流口水了。所以我就想着等下班买回来跟你一起吃。这家店我吃过，虽然不比他们那种顶级日料，但是味道还可以，是吧？顶级日料。他们要招待什么人？好像是日本庆应大学的教授，但具体请教授做什么我也不清楚。薛宁请的。好，
你怎么样？还好吗？我没什么事儿。我约你来主要是为了夏言吧。薛宁这突然又回来，夏言这下在公司的日子可不好过了。你放心，我会尽我的全力来帮助他。谢谢。跟我说什么谢谢？只可惜你的事，我就帮不上什么忙了。这是董事会的决定，连董事长都不能为力。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去找那个叫林浩的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林浩，而在于赛道本。你是说董事会想卖掉赛道的事？想解决这件事情，必须给他们一个不舍得卖的理由。怎么了？没事啊。那你这4碗饭是怎么回事？我倒回去。哎，我来吧，去那坐着。你怎么了？有心事啊？吃完饭再说吧。不行，你要是不告诉我，这饭我可吃不下。我在公司的内网看到，说 SG 要把 SideOp 的算法卖给美国一家公司，签约仪式在下周1。SideOp 是你的心血，虽然你说过愿意与更多人分享，但是如果卖给了美国的公司，还不知道他们要怎么使用呢。而且你还没有完成你的优化，我知道这一定不是你想看到的结果。我真想冲上去告诉他们，这个算法是我男朋友做的，他们没有权利背着他这么处置。你先吃吧，我去忙点事儿。今天疯了。我花了好多钱去买的，快愁死了。不然这下彻底完了。那你说我们买的股票是留着还是抛了呀？公司的股票还能涨吗？我真的一点都……所以我早就给过你忠告，面对林威，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果不其然吧，给你看样东西。这是什么？这是他在购物网站上的记录。怎么会在你手里？我当然有我的办法，你只需要关注结果，不需要关注过程。这些花跟首饰，都是他自己买给自己的。
所谓在国外的男朋友，完全是虚构的。早就跟你说了，你不信吗？信息时代，人做了每一件事情都会留下痕迹。现在的实名制的手机号绑定了各个网站，绑定了各个账户，人在互联网上根本就是透明的。现在，你可以相信我了吧？他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我问你，你一开始对他是什么态度？我很尊重他，但是敬而远之。后来呢？他渐渐地进入到我的生活里了，所以这一切是他早就计划好的。没错。哎呀，夏言呐，夏言，这回你是碰到对手了。想好怎么跟许成义说了吗？我怎么给睡着了？累坏了吧？吃点东西吧。我真的没什么胃口，我还是去忙吧。哎，时间都快来不及了，你这样拼命也未必赶得及，要不然你去找董事长谈谈吧。你去看一下 SG 的股价就明白了。最近的负面新闻太多，股价连续在跌，这时候 SG 需要一剂强心针。董事会上卖了赛道粉，无异于是杀鸡取卵，但是很显然，这是让股价快速反弹最好的办法。他们这么做也是迫于无奈，所以无论我怎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都不可能改变董事长的决定，除非我让他看到赛道粉不但有潜力，而且有真正的更大的价值，这样才有可能有新的解决方案。要是想说服别人，就要拿出他想要的东西。对，所以我要尽快的优化它，算法的效率哪怕提高5%，都有可能改变天平的平衡。那你去忙吧，如果你饿了的话，就把东西吃了。嗯。好。嗯。今天就是签约仪式了，算法怎么样了？新的版本已经完成了，要先跑一轮测试。等我有了结果之后，我就去见董事长。喂，我找到那帮家伙了。你说什么？就是偷韩爽视频黑了你们数据库的那个黑客，我知道他在哪儿，我这就去找他。我一定要把韩爽的视频找回来，到时候 SG 泄密的事情也能水落石出了。你在哪儿？我现在就去找你。
你找谁呀？你就是黑客？说什么啊？闺蜜星球是你的活吧？韩爽的视频是你剪的吧？我的婚礼也是你毁的吧？出去！哎，你干什么呢？是120吗？这里有人打架。陈毅。成功了！马克，警察同志，你们搞错了，那2个才是黑客，而他是来抓黑客的。确实是马先生叫我们来的。在马先生来之前，我们有把所有的事情给搞清楚。我们把所有的事情调查清楚之后，我们会给你个圆满的交代。警察同志，我跟我朋友说2句话行吗？谢谢。他们跟我说了，指使他们的是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女人。这也太奇怪了，今天的资料都是薛老大亲自检查过的，怎么还会出错呢？你管他呢，反正也怪不到我们头上。夏言呢？怎么还没来？薛老大要是发现了，又得找茬。夏言不会来了。为什么？薛老大不让他来。凭什么呀？他这也太过分了吧！先是把徐总赶走，又偷偷卖掉人家的算法，现在还不敢让夏言来参加，这一什么人啊？这就是一白眼狼、胆小鬼！别再瞎说了啊！狗腿子！你说什么？我没说什么，还说别人是胆小鬼，我看你才是，只敢在背后说别人坏话，这就是你的能耐。我背后说人坏话了吗？我说的是事实啊。夏言当主管的时候，你对他那么好，薛宁回来了，你马上就变脸，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好了好了，我是怎样的人啦？不管谁是领导，我都只是认真工作，完成交代给我的任务而已啊！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阿谀奉承，更没有拍过谁的马屁。我因为我的工作能力而得到赏识，这有什么好记恨的？我记恨你。可是你呢？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夏言啊？还不是因为他从不责备你，总是给你擦屁股。你想夏言当老大，不就是想偷懒、想浑水摸鱼吗？当面就唯唯诺诺、装傻充愣，背后就刻薄挖苦、满肚子牢骚，这就是你的能耐。你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偷过懒？你想让我当面说是吧？好，黄美琪，你就是一狗腿子，两面三刀墙头草。当面说我算什么本事啊？你讲了薛老大那么多坏话，你也当着他的面说。你觉得我不敢当面说吗？我告诉你，我背后说什么，当面照样敢说什么。吵什么呢？该干嘛干嘛去。都站在那儿干嘛呢？手里都没活是吗？艾米，我什么我？有话赶紧说，没话出去干活。一个个都学会偷懒了，这都跟谁学的？谁把运营部搞成这个样子的？你别说了，我不允许你再说夏言的坏话呀！他被你害得还不够惨吗？你嫉妒他，陷害他，
陷害贪污成又去陷害徐总，处心积虑把他赶走，就是为了把他研究了7年的算法卖掉。大家都知道徐总是不会出卖 SG 的，出卖 SG 的人是你。说完了吗？我说完了还不走？都出去。要不要去换身衣服啊？一杯水而已，不要紧的。董事长是不是快来了？应该快了。刚才那番话真应该让董事长也听一听，说不定他会改变主意呢。改变主意？说许成义和林浩联手，这不太可笑了吗？他们2个人是情敌关系，怎么可能扯到一起去呢？你说的对。等签约仪式结束之后，你看去跟董事长好好谈谈。结束再谈，恐怕有点太晚了。就应该早一点让董事长知道，到底是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一直在 SG 内部搞鬼。你是说公司里面有内鬼？当然了，泄露资料这样的事情，只有公司内部的人能办到。不然你以为当初你请我回来，我为什么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我就是想看看，这个人到底是谁。有我在，你是不会得逞的。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泄露资料的人是我是吗？你出现之前，公司一直风平浪静。自从你来了以后，先是用户资料外泄，股票下跌，接着方案泄露，商业机密被盗。你敢说这一切都与你无关吗？薛总，你记错了吧 ？SG 的风波不是从我进公司开始的，而是从假账门开始的。刚才艾米也说了，是你嫉妒许成义和夏言，所以你陷害了夏言。可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得不灰溜溜的离开。你离开之后一心报复，才有了后面这么多事儿。这就奇怪了啊！既然你觉得是我搞的鬼，那为什么又要向董事会担保把我请回来呢？我这么劣迹斑斑，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啊？林薇，你到底是一时糊涂，还是说你根本就一早想好了要让我来替你背黑锅，所以才不惜动用人脉，也要保证我回到 SG 来当靶子？我在美国这么多年，国内哪有什么人脉？ SG 在美国上的市，股东大部分都在国外，就是因为你在美国，所以一切才显得那么顺理成章。你跟股东的关系绝对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当初我头一天刚离职，你隔天就上任顶替了我的位置。你以为这么快的入职速度，这不是没有人脉能完成的事儿吗？你不说我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大能耐，可你把自己说的也太无辜了吧？这次你回来，真的是为了守护 SG 来的？你忘了你怎么跟我提条件的？你说你要当 SG 的首席运营官，许成义对你不错吧？他刚离开你就想抢他的位置，用得着把自己说的这么高尚吗？对你这种利益至上的人来说，我要是不谈条件，你是不会相信我的。你就别自欺欺人了。你一心往上爬，先是陷害了许成义，现在又想来针对我，这样有意思吗？到底是谁陷害了许成义？要用事实说话。你当时焦点访谈呢？你少跟我来这套，这里头包含了你跟几位股东的密切来往记录。真的是很巧，他们几个人都是主张要卖掉算法的人。我待会儿就要让董事长看看你在背后到底搞了多少小动作。
你到处散播对算法的不利谣言，你希望 SG 赶紧以低价把算法卖出去，这样你好坐收渔利。可是许成义呢？他不甘心自己多年的辛勤研究就这样被低价贱卖掉了，再加上他有董事长的支持，所以才顶住了压力保出算法，让你不能如愿。于是你被逼无奈亲自下场。你泄露资料，制造丑闻，引发 SG 的危机。你闹得董事会内部人心惶惶，你又挤走许成义，促成这次签约。这种事情光靠臆想是不行的，你好歹像假账门事件一样设个圈套什么的。夏言呢？他不敢来吗？我没让他来。哦，你不敢让他来，是怕大家想起你卑劣的栽赃手段吧？你一边维护着许成义，一边又排斥夏言。这么做也是为了迷惑我吗？我之所以不让夏言接触任何实质性的工作，就是为了不给你任何机会可以在他身上做文章。你在保护夏言？那你为什么把庆应大学的教授请过来站台？难道不是尽快把算法卖出去吗？当然不是。我之所以把2位教授请来，是因为他们参加了算法的底层搭建，他们能够证明算法的潜力和价值。只有这样才能让你无法轻易得逞。让教授来站台，提高算法的出售价格，不错。薛宁，我以为经过了假账门事件，你应该心里很清楚，你在许成义眼里根本没有什么价值，是可以随时被遗弃的。没想到，你还是这么执迷不悟。执迷不悟的人是你，是你不相信人与人之间除了利用，还有真正的感情。感情？你对许成义有感情，他对你有吗？他的眼里只有夏言，你怎么就这么傻？当年我认识许成义的时候，他的一心也只想着你。我也问过他同样的问题，去挂念一个背叛了自己的人，是不是有点傻？他告诉我说，我们之所以会珍惜感情，不是为了别人，而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感情有多珍贵。你这一套就用来自我催眠吧。你刚刚说了这么多，说我布了这么大一个局，就是为了要让自己尽快把算法卖掉。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购买算法的公司一定跟你有关系。我劝你还是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了。谁会信你这种没有证据的胡言乱语？他们没有证据，我有。你怎么来了？今天是我们 SG 和美国 X 公司的签约仪式，你来干什么？我来看看你和你的老公，还有他的 X 公司是如何夺走你前男友的心血的。你在说什么？我没有老公，我和 Edison 已经离婚了，而且他和这家公司也没有任何关系，或者就算有，至少我不知道。哎，我说林薇啊，你每句话里面要有多少的谎言呢？我这里呢有2份文件，一份可以证明你并没有离婚，还是已婚人士；这另外一份呢，可以证明 X 公司的真正的持有者就是你的老公 Anderson。林薇，你这是要把 CIDOP 卖给你自己啊？真的吗 ？Edison 还有家这么大的公司呢，我居然一点都不知道。我们俩正在打离婚官司，这个信息对我太有用了，估计我能多分不少财产呢。学长，谢谢你啊！哎，我在中国都可以查到 X 公司真正的持有者是谁，难道你在美国的离婚律师会查不出来吗？事实上，你跟 Anderson 的公司遭遇了财务危机，所以只能假意打离婚官司，找一个借口，可以互相推诿，为的是拖延还债的日期。事实上，你们是不会真的离婚。谢谢你对我和 Edison 的感情这么有信心。看来我也该做一个相信感情的人。这些年你们的事业纠缠在一起，强行撕裂，2个人都会遭受重大的损失，所以只是计算而已，跟感情毫无关系。学长，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人管好自己的事情就行。没想到你现在也喜欢说这些家长里短。我管的可不是你的家事，
是你在进入 SG 之后的所作所为。既然你根本就没有打算过离婚，请问你为什么要回来？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为了 set up。当你发现许成义在美国替 set up 造势，当你发现算法已经完成，你觉得只要握住它就可以拯救你们濒临破产的公司，所以你展开了行动，加入了 SG。我说的没错吧？你想太多了吧？我的公司要破产了，所以我回国工作，给自己找条退路，有什么问题呢？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吗？你这个人呢，一心只想往上爬，不可能给自己有退路。你居然去了美国，就没想过要回来。你既然有了自己的公司，就不可能再去给别人打工。你不是一个愿赌服输的人，不可能屈尊降贵，更不愿意伏低作小。你口中的我，有雄心有抱负，我这么上进有什么错 ？OK， 有雄心当然没问题，但是有贪心就过分了。泄露 SG 客户资料的是不是你？做空 SG 股票的人是不是你？你这么说有证据吗？如果不是你做空了 SG 的股票，请问你们公司哪里来了那么大一笔钱？我的资金来源为什么要跟你汇报？先不说资金来源，我记得当时危机已经解除了，你完全可以收手回去做你的老板。如果这样的话，至少表面上看上去你还是很干净的，没有任何把柄握在别人手上。但是你没有，为什么？因为你太贪心了，你一心只想得到 set up。你说的这些我根本没有做过。没做过。这2份文件就是最好的证明。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我想得到算法，就是我贪心吗？你应该比谁都清楚，最初我也有参与算法的设计。那已经是7年前的事情了，当时你就已经退出了。不管退不退出，算法里都有我的想法、我的理念在。凭什么你接触过的东西，你就觉得永远的属于你呢？为什么不呢？许成义如果自己能够掌控也就罢了，可是他性格那么软弱，在 SG 这么大的公司里总是被人辖制，他迟早把控不住，要把算法交出去。现在不就是这样的情况吗？就算我不在 ，SG 也会把算法卖掉。与其卖给别人，为什么不交给我？没有人比我更理解算法的价值。所以你就千方百计地陷害许成义，把他赶走，把 set up 据为己有吗？我没有陷害成义，我可以告你诽谤。告我诽谤，证据在我的手上。你少跟我来这套。你可以把他们拿给董事长看，我也会去跟董事长解释。我跟艾迪森确实没有办完离婚手续，可是我们已经分居了，跟离婚差不了多少，现在也没有任何联系，所以他和这家公司有没有联系，我也无从知道。如果董事长不信任我，大可以取消今天的签约仪式，重新找买家。就算 S 进出尔反尔的新闻让股票继续下跌，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你不是 SG 的股东，我也不是。只要董事长愿意为你的诬告买单，承担损失就可以了。现在请你出去，这里是我们的贵宾休息室，你要等董事长，外面等。我告诉你，林伟，不要这么盛气凌人的跟我说话。新洲市采莲路白领公寓501室，听着耳熟吗？没听说过。那你呢？这有什么意思啊？警察在那儿抓到2名黑客，那2名黑客就是入侵闺蜜星球数据库的人。我不管你们是谁主导了这件事，在警察查出真相之前，我希望你们自己去公安局自首。许成义，你怀疑我？你觉得是我陷害了你，我在打算法的主意吗？我现在还不确定。连严长军都相信我，知道是林薇在后面搞的鬼，为什么你在怀疑我？你应该是更了解我的。就是因为我了解你，你是那么的骄傲，本应该在离开 SG 之后就不再回来，但是你现在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除非你是别有企图。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别有所图。我在得知有人要害你的时候，我企图帮你，我企图救你，我企图帮你守住最后一块阵地。你自己看看吧。这个证明不了什么。行了，你可以向董事长继续诡辩，
董事长怎么决定取决于他的盘算，但是许成义不会再相信你，因为你伤害了他太多。真的是你？不是我。那你告诉我，那段时间你为什么不联系我？为什么打你电话你不接？你说过你不会原谅我的。如果我说我要帮你，你也一定会拒绝吧？你刚才也说了，我是个那么骄傲的人，我不希望我的所有努力在你看起来是在祈求原谅。既然我不需要得到你的感激，那我也就不用上你那儿邀功请赏。可是你为什么要帮我？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在帮你，你从来没有问过我为什么，怎么现在突然就不相信了呢？因为夏言，我承认是我害了他，我错了，但是你也应该知道，不管我害谁，我都永远不会陷害你。为了你，就算我被全世界误会也没有关系。只是我没有想到，误会我的人竟然也包括你。对不起。你不用说对不起，你不欠我的。这次我回来，我想做的，我该做的，我能做的，我全都已经做了，我也不欠你了。我不用继续留在这儿了。其实你不是非走不可，你可以继续做你的首席运营官，这不是你一直所期待的吗？你真的觉得我在意的是职位吗？将功补过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在 SG， 我没有任何遗憾了。真感人呐！行了，许成义，言归正传吧。当年林薇要卖我的软件，你站在他这一边，他说什么你都信。今天他要卖你的软件，他说什么你还信。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啊？我没有陷害他，那些黑客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希望我可以相信你，哪怕只有一丁点的可能性，我都不会去猜疑。你是一个做事很专注、很认真，设定了目标就会完成的人。那时候的你是多么的优秀，就算最后你提出分手，我也毫无怨言。你当然不怨恨我，你应该是松了一口气。从认识你的那天起，我就告诉你，毕业之后我要去美国。你说你会支持我，你说你会跟我一起去开拓一片新的天地。可真到毕业的时候呢，你却说你走不了。你说你要留下来研究你的算法，这是谁抛弃了谁？这是谁背叛了谁？你不肯去美国，所以要跟你在一起，我就得妥协。可凭什么妥协的人必须是我呀？你不肯放弃你的事业，我也不想放弃我的，这样才公平。你心里比谁都清楚，这样下去我们迟早会分手。可你就是不肯说，
好，你不说，我来说，我来提分手，我来当这个恶人。你不是分手，你是结婚了。我是结婚了，可是艾迪森更像是我的生意伙伴，我们有共同的目标，相似的处事方式，仅此而已。真正爱过的人只有你。这次回来，我真的想跟你重新开始。可你呢？第1天就对我不理不睬，第2天就告诉我你跟新女友的感情有多么的好。你知道我有多伤心吗？那天在电梯里，电梯出事故，如果不是我拼尽全力，他就死了。我甚至在想，如果他不在了，你是不是就不会变成今天这样？可我还是要去救他，我忍不住。我知道他对你来说有多重要，哪怕我只能眼睁睁的失去你。我每天看着你们亲亲爱爱的在一起，就算我再难过，我也不能表现出来，因为只想让你幸福。别在这假装深情了。那你为什么要在韩爽的婚礼上放那段视频？什么视频？你别装了，视频就是你放的。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好，那我给你理理清楚。你在韩爽婚礼上放视频的事情，本来做得天衣无缝，但是你太沉不住气了，事后亲自出马去韩爽面前诬陷我，说视频是我泄露的。那时候我就已经怀疑你了。那件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是在针对韩爽跟马克，但实际上是在针对我跟许成业。你表面上祝福我们，却在暗地里搞破坏。你希望我怀疑许成业，希望我和他像韩爽跟马克一样一拍两散。你在电梯里救过我，我很感激你。但我向来是个恩怨分明的人，我欠你的我会还，但是你害我的、害我闺蜜的、害我男朋友的，我会一样不少的讨回来。漂亮，这没你的事儿。哦。所以你打算怎么办呢？也去董事长那里告我的状吗？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我救过你，你现在却反咬我一口。到时候声名扫地的是你还是我？你跟我的前男友好了，我毫不计较，在公司处处维护着你，顶住压力不开除你，你却因为嫉妒我和许成义的过往，这样来陷害我。林薇，我到今天才真正的认识你。你这么说，我好心痛啊！看来我们缘分真的尽了。就算我再舍不得，我也要学会放下。签约仪式结束之后，我还是回美国去吧。这样我们就再也不用看见彼此，勾起伤心事了。说起签约仪式，你不觉得奇怪吗？美国公司那边的人怎么还没有过来？他们不会来了，董事长已经让他们回去了。不可能！如果董事长取消这笔交易，董事会是不会放过他的。许成义已经把算法优化完成了，速度提升了20%。我刚刚来之前已经把新版本演示给董事长看了。你认为董事长现在还会愿意以你们当初谈的那么低的价钱把算法卖出去吗？你撒谎！没有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优化，这不可能。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这个版本并不是我短短几天内完成的，这个是我7年的积累。像你这种用狡诈的手段，在短时间内争夺别人的权利，是根本不可能成功。漂亮！
用手段怎么了？搞阴谋是可能会失败，但努力就一定会成功吗？像你这样脚踏实地的人多了去了，又有几个能真正成功的？我们一样是在赌纪律，就算这次赌输了，下次我一样可以再赢回来。你觉得还有下次吗？为什么没有啊？你真的觉得别人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对吗？但是你还是露出了马脚。那帮黑客说，指使他们的人是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女人。美国回来的女人成千上万，靠这个就想定我的罪？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知道你尽力在隐藏自己在网上的踪迹，但是你只要做过，就一定会留下痕迹。我会协助警方调查黑客的电脑，我相信你留下的线索绝对不止这一点。你还不知道吧？林浩已经被抓了。林浩，他不是你的前男友吗？跟我有什么关系？林浩已经供认是你指使他的，你给了他一大笔钱，让他以他公司的名义盗取《闺蜜星球》升级版本的方案，制作了闺蜜秀。当然了，方案也是你给的。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违法犯罪一定就会露出马脚，这不是几率的问题，是正义永远都不会缺席。现在你彻底输了，你不仅输了你的将来，输了赛道，输了对你唯命是从的许成义。他现在只听我的了，他只爱我一个人。许成义，你真的这么对我？我不许你欺负我的女人。你的女人？那我是谁？你抛弃的女人吗？你从来都不是我的，你只属于你自己。我属于自己有什么不好？独立自主有什么错？你要的不是独立，你要的是所有人都屈服于你。当初在你看来都是优点，现在全都成了缺点。明明是你变了，为什么怪我？其他人都必须按照你的想法去执行。你要看着我，所有人都是你的棋子，我去坐牢，就应该为你所做出的一切付出代价。你真的想要我去坐牢？不过是泄露用户资料，就算我被抓了，我也判不了多久。等我出来了，我一定要彻底的整垮你，让你失去一切，让你体会我现在的心情。你承认了，方案是你泄露的。这是公安局的张警官，他想跟你聊聊。两位，是这样，关于 SG 用户资料泄露的事，你需要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你挖坑给我跳，给你挖坑，让你走上绝路的是你自己。走吧。林浩真的愿意去承担？林浩的嘴很硬，什么都不肯说。不过现在黑客已经抓到了，凌薇也露出了马脚，我相信真相很快就能水落石出了。那你刚才说什么？他输了你？我只是为了激怒他。你不是我的战利品，如果爱情不是相互的，不是平等的，就没有意义。那就好，刚才真是吓死我了。大戏终于落幕了，我也该走了。这次眼光不错，不过你小子那么笨，都能追到那么美丽的姑娘，我是不是也应该谈个恋爱了？啊，学长，这件事情好了，行了，我不是帮你，我只是看不惯凌薇，还有你们 SG 所谓的什么息事宁人的企业文化，真的是让人……所以我故意捅个马蜂窝而已。我真的很抱歉。有什么好抱歉？7年前卖软件的事儿，确实是我的错。我在这儿向你道歉。之
之后，我还会公开发表一个声明。发什么声明呢？啊，都是兄弟，有些事儿有必要让别人知道吗？你说呢？谢谢。我们还是兄弟，勉强算是吧。哦，对了，外面很多记者，这个烂摊子你们自己收拾，我先走了。改天请我吃饭。你好，董事长。没想到是凌威做的，更没想到的是，我们的企业文化竟然是息事宁人。如果当初客户资料丢失的时候能够坚持查下去，后面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看来 SG 的风气是要改变一下了。董事长，今天的签约仪式真的取消了？对，美国公司的人我已经让他们回去了。那我去通知媒体们，让他们散了。哎，等一下。我听夏言说，你对算法的将来有一个新的构想。大家好，我是许成义。首先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发布会。其实 SetUp 算法，它的普及可以大大解决大数据存储和云计算的计算时间。人们常说，影响人类近代文明的3大技术是蒸汽机、电力、互联网。如果说互联网在这之前仅仅是消费娱乐的应用，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它终将走向产业。我记得在最初我提到 SetUp 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我疯了。确实，光靠我一个人的能力，就算花上10年、20年，成功研发的概率也不到5%。这个时候是 SG 无条件支持了我，所以今天我仅代表 SG 将这份成果赠予给孕育我们的城市，也经授权将这份成果送给全世界的科创公司。SetUp 算法自今日0时0分起无偿开源，与全球共享。总监，你真是太棒了！这次多亏了你和徐总力挽狂澜，这都是大家的功劳。今天晚上我们庆祝一下，我请客。小七，你的股票都解套了。终于松了口气。你看，哎，那天听到徐总说我们的算法要无偿开源的时候，我都吓死了，以为这下完了 ，SG 连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都没有了。不过现在一片利好啊！网络时代的逻辑思维跟过去不一样了。囤积居奇虽然能高价卖出，但也只是短期的收益。只有建立一个稳固的平台，开发共享，才能实现长期的发展。现在我也懂了。不过徐总真的是太厉害了，不光人长得帅，眼光也那么不一样，难怪薛老大一直那么敬佩他。也不知道薛宁现在怎么样了。哎呀，薛老大那么能干，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事业的。过段时间我们就能听到他的消息啦。徐总、夏总监，我们真是爱死你们了！接下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夏总监入职，好不好？好！夏总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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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忙吧。向着太阳就有方向，逆风飞扬，笑得更漂亮，投射自己最明亮
们的闺蜜星球今天上线啦！有件事儿，我现在告诉你的话，你肯定很生气。我就知道你有事儿啊，最近总是神神秘秘的。SG 在北京的分公司即将要上市，董事长他希望我亲自去北京。去北京？嗯。去多久？大概1年吧。哦。我是想听你的想法，如果你不让我去的话，我就直接就给回绝掉了。因为你的想法才是最终的答案。那你别去了。你要一开始就想拒绝，就不会过来问我了。我知道 ，SG 对你来说很重要，董事长对你又那么好，他既然开口了，怎么好意思拒绝呢？你就知道我会答应你，还跑过来装模作样的走个形式。我哪有走形式啊？你说我万一去了北京，我把你丢了怎么办？我还怕别的小姑娘把你给抢走了。你听没听过一个笑话？说，爱情就是2个丑得像猪一样的人，还生怕对方被别人给抢走了。说什么呢？哪有我们这么好看的猪啊？而且。你还这么可爱，以后你就叫朱可爱。那你就叫朱晶英，简称朱晶。你才朱晶呢！你去北京吧，我支持你。只是我会很想很想你。谢谢。喂，刚刚怎么没有接我电话呀？我刚刚在忙，正好跟一客户在聊事情呢。中午还这么忙？你吃饭了吗？我当然有好好吃饭了。你看我气色多好啊！哎，对了，昨天我跟一个客户啊去北京吃了一个叫大炖烤鸭，特别好吃。等你手头工作忙完了，我带你去吃好不好？我才不要吃呢，我怕我自己吃胖了。怎么可能会胖？那个东西不会胖的。关键咱们忻州没有，我带你尝尝鲜。这是我想你时的表情，这是我想到你时的表情。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什么东西糊了？啊？啊！我去。哎呀，我去。想什么呢？啊，煎人鸡蛋的人跑出来了，这样很危险的。不好意思啊。坐吧。许成义还没有消息吗？已经快1个星期了。他走的时候到底怎么跟你说的？他跟我说他去山里做调研，可能没信号，让我别担心。去山里做什么调研？好像是跟武器信号有关吧。我当时太忙了，也没具体问。先想办法联系到他，问清楚了再说。现在的问题就是我压根联系不上他。北京的同事呢？会不会知道？联系一下试试。这个许成义太过分了，要不现在行动不便，我早弄死他了。哎，你快坐一会儿吧，别动了胎气。没事儿，这玩意儿随我，脾气冲着呢，是不是啊？你慢点儿。踢我！哎，我说正事儿呢，我就没想到那个许成义居然跟林浩一样，去了北京就变心。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了吧？早什么早？夏言那些同事都说了，没有这项目。又撒谎，还玩失踪，这不就是出轨的前兆吗？你说我们4个啊，到底怎么回事？被出轨，被分手，被抛弃，还离婚。少说2句。我不，好不容易要尘埃落定了，以为可以修成正果，看起来最痴情的许成义居然又来这么一出。以前他这么戏弄我就算了，现在居然敢这么对我闺蜜，她死定了！你当妈了，能不能稳当一点？听夏言自己怎么说。还怎么说啊？当然剁了他啊，对吧？我想去找他。找他？你还去找他？他这么对你，你还找他？让夏言自己做决定。让姨妈自己做决定啊。好的。董事长，我知道我越级了，可是我实在不知道该问谁了。什么事儿？你说。您知道许成义在哪儿吗？他跟我说他去山里做调研，可能没有信号，让我不要担心他。可是他已经好几天没有跟我联系了，我就问了北京的同事，同事说他负责的项目已经完成了，根本就没有什么调研工作。所以我想问你，您是不是给他安排了什么其他的工作？如果没有的话，我要向您请假，我要去北京找他。北京那么大，你怎么找啊？我不知道，但我还是要去找他。如果他故意躲着不想见你呢？如果他要是不想见我，他跟我说一声我就回来。可是如果没有他的消息，我就算找遍整个北京，我也要找到他。我担心他。好了，你不用去北京了，他不在那儿。您知道他在哪儿？他让我替他保密，怕你担心。现在看来，我要不告诉你，你就更担心了。他到底在哪儿？这段时间他在治疗眼睛，现在正在康复疗养，你去找他吧。
着回忆的转列，扬起满车厢的拥有和失去。青春还带着梦的心里，追寻远方的期许。整装待发，那些眼底的理想化，时间在偷偷变成魔法，可勇气怎么能落下？想给身边的你最美的情话，知道吗？爱能让人不害怕，年轮刻画在脸颊，也敢抱紧你表达一切的想法。